3、2、1 ，OK。这一次的主题呢，就是旅途中发生的趣事。OK， 那我们直接看第一个。第一篇是来自土丝呱呱的亲亲宝贝，他姓土，叫丝呱呱的亲亲宝贝。我的舍友养了一只小仓鼠，白白的、胖胖的，跟个汤圆似的。有一次跟舍友出去游玩吃东西，他也顺便带着他那只仓鼠出去溜达。括号放的是那种便携小盒子里，路上他一直在啃笼子，应该是害怕了。我说要不把它拿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没想到这只汤圆居然在我手上拉了几颗屎。还有就是晚上住酒店嘛，和舍友睡一起，半夜的时候突然听见有脚步的声音。哇，当时是刚看完恐怖小说准备睡觉，突然就给吓醒了，很害怕是奇怪的东西，推了推旁边的舍友，问他有没有听到响。他说他也听到了。我们猛地开床头灯，发现什么都没有。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不会是小老鼠跑出来了吧？跑过去小盒子看，果然是跑出来了，在酒店里面一顿找啊，在浴室找到了，全身湿哒哒的，我晕。看来以后不能带着小老鼠出门旅游了。不是小仓鼠吗？最后它怎么变成小老鼠了？大家小时候没有养过仓鼠吗？我是有。一个 TMI， 其实仓鼠的屎特别臭，它是小小的身体蕴含着大大的能量，你知道吗？你眼睛是感觉到气味的，你知道吗？一股辣眼睛的风会从你眼睛飘过，这就是小仓鼠带来的冲击。OK，anyway， 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带着仓鼠出门呢？但是全身湿了之后会不会生病啊？那希望这位汤圆朋友还可以好好的生活在这美丽的世界上。我相信他会非常感谢你带他出门溜达的，真的，他会非常的感谢你的。然后也心里默念下一次不要了。下一位来自猪猪，事先声明这个故事有一点点恐怖。那要不要写那个几岁以上才能看的这个 ？OK。去年的5月份，我因为威神 V 的巡演去了香港，在酒店安顿好之后，我就出发去场馆。在导航去往巴士站的路上，不知道为什么行走的路线突然变成要经过殡仪馆，反复搜索了几次，路线还是一样但因为是中午，所以我还没有很怕。虽然当时经过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纸扎公仔，也心默念百无禁忌，百无禁忌。晚上我看到了 VV 的演出，回到了酒店。在我以为这种事情已经结束了之后，因为第二天在香港还有行程，酒店提醒我们第2晚要更换房间。晚上11点附近，我们拿到了新的房卡，在同层的不同房間準備入住。房卡嘟的一下，門上亮了綠燈，在我的朋友門上敲了3下，用粵語問有冇人啊？我哋入嚟啦。這時候我們3個都聽到房間裡有聲音，有。夜晚的酒店走廊掉下根针都能聽見，我們3個都不敢說什麼，但也不能不進去。待在走廊好像会更害怕，所以我们就进了房间。但大家都不敢说出刚刚发生的事情，只是问有听到吧？其实3个人都听得特别清楚，毕竟幻觉没有可能在3个人这凭空产生。后面在房间里不敢坐到床上，我们最后还是打电话让酒店帮忙更换了房间。这件事情我们回家之后才开始讨论。这应该是近几年发生的在旅途中有点恐怖的事情，分享出来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很少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他的心态很好，我觉得你的心态很好，这放出来说是有趣的故事，但我觉得可以直接放进走进科学里面，直接拍个5集。为什么打开门的时候会有人回答说有？那个就故意耍他，就是你确实是耶。你这么说完的话，好像是我会做的事情。我们直接下一个。之前去北京旅游玩，要去下一个城市，记错了高铁站，因为本身是踩点进站，在进站口发现来错站了，时间真的非常紧急。当时我有点六神无主，突然有个叔叔跟我说跟我来，我就以为他是开出租的，就想着坐吧。然后叔叔拿出了自己的电动车。还是那种后座坐小朋友的，所以点，他开着小电动，带着我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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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超级多个哈。最后要到我去高铁站了，到了路口，叔叔突然不走了，他说有交警，你快下吧。慌张把我放下车，那个慌张的神情，哈哈哈！后面还是赶上车了，过程特有趣，很友好啊，这样的人，我觉得很幸福，就是遇到一个热心肠的大叔。很久以前，我也坐地铁，出地铁的那一刻，那是我人生的巅峰啊！我一出地铁，看很多人向我招手哦，哇，这样子，就是大家会特别热情的过来，叫什么欢迎你。不过这些欢迎的是要等价交换的，要给钱的。如果你不坐车的话，他们就马上就迎接下一位。OK， 非常的有趣，祝大家出门在外都安全，谢谢。下一个就是我初三的时候去四川的稻城亚丁，就可能那个时候那种什么最美的风景，在路上的作文写多了，就想走完全程。但是门口最远的那个牛奶湖和彩虹湖的那座山很远，我硬拉着我姐和我哥走路，然后赶到山脚已经有点迟了，下车的车子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们就跑着上山。本来在下雨嘛，我们就穿着那种塑料的一次性雨衣，后来停雨了，我们就嫌麻烦，就脱了扔掉了。但是后来又下雨了，可能是高原加淋雨加跑步爬山，后来在返程的车上就高反了。然后我就问我妈有没有药或者氧气瓶，我的用完了。后来我妈就特别着急，大巴上的人听到了，就都上前帮忙，大家把自己的氧气瓶和药全都给我，司机也立马把车停下打急救电话。那时候我其实迷迷糊糊的，但是能感觉到周围一圈陌生人在帮助我，有给我摁氧气，有给我倒热水。我说了句冷，有一个哥哥把自己的羽绒服还脱下来给我，我自己就穿了一件单衣。后来有人说要躺着，然后把我拉下巴士让我躺着，怕我着凉。又有好几个人把衣服脱下来垫在地上，一直等到救护车来，大家都一直在帮我做急救。我那个时候真的挺怕的，后来躺在救护车上还一直想自己会不会真的就交代在这里了。到医院就开始吸氧抢救，万幸没事，那就好。在病房吸氧的时候，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藏族大叔给我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白粥，他说他刚跑出去买的，还是热的，快喝了暖暖，真的很感动。虽然还是后怕，但是陌生人的温暖让我有了面对死亡的勇气。这些帮助我的人没有一个留下姓名或者联系方式，就好像真的只是随手帮忙。但是这份善意我真的珍藏了很久，我也会努力把这份善意传递出去，和他们一样帮助更多的人。鼓掌！非常谢谢这位猛狮同学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暖心，因为刚刚读到了很多在旅途中发生的趣事，遇到的大部分都是非常好心的人，然后这一点也是让我非常感动。希望你的善心可以延续下去，然后也可以帮到更多的人。我相信你的举手之劳也会让一些陌生人记一辈子，就好像这位猛狮同学一样。每个人都在旅途中有一点善心啊，然后同时也可以收到善心，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美好。啊，这是我要唱出来吗？还是什么？但他改了一点歌词，是甜蜜蜜 Henry 笑的甜蜜蜜，谢谢。上次去韩国旅行，在一个餐厅里吃晚饭，有一个乐队在餐厅唱歌，虽然不会说韩语，但跟朋友很热情的朝台上挥手。听说我们是中国人之后，老板就邀请我们上台唱歌，给我们点了一首《甜蜜蜜》。五音不全的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在台上开心的唱着，结果不如一旁的韩国大叔记歌词记得清楚。韩国人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不知道 Henry 会不会唱呢？那不是开玩笑吗？我肯定会唱啊，哥，你有什么知道的？就是现在说中文歌，你有想到什么吗？除了《甜蜜蜜》，冒险行动 Radio。啊，除了这个，以前我留学的时候啊，特别听周杰伦的《稻香》，安静不可说的秘密啊，不能说的秘密啊。那我问一下，这个其实是不是大部分的韩国人都知道，是吧？而且我还有一个知道，就是特别是老一辈的韩国人的话，他们都知道一首歌，叫做《当年情》，来自《英雄本色》。啊，还有一首大部分韩国人都知道了，童话。我觉得
就是中文歌，很厉害啊，很厉害，非常的厉害。By the way， 刚刚的分享来自刘慕贤同学，谢谢。来，我们看下一个。前几天去川西的时候骑了马，需要当地人牵着绳子一起走，我觉得不刺激。好厉害哦，他们是觉得生活有多无趣才会做出这么冒险的行为，非要自己拿着缰绳牵。因为那匹马很温顺，我自己试着真的走了一段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马儿意识到我控制不了它，突然开始加速跑。好笑的是，后面的大叔在后面追边喊马儿的名字。我坐在马背上也慌了，只能死死的把住缰绳往后拉。可是马的头劲真的很大，根本不管用。我心里面已经想，这会不会是我的死期？好在前面有一辆车挡住了马，他开始停下来，但是他整个前半身往空中扑腾，我啪嗒一下就掉在地上了。我赶快爬起来跑到旁边，因为害怕马会踩到我。事情的结局是尾椎骨疼了好几天，不过骑马真的很有意思，还想要继续尝试。你心也是真够大的啊，但这很危险呢。但我从你的文字感受到你的热情，你是真的喜欢骑马，它真的很危险。我之前也拍这个少年危计划，对，然后也是有跟马儿接触的，然后我就觉得马特别大只，就很难控制，而且因为我当时是要给马洗澡，就会碰到它的肌肉嘛，就我感受到哇，原来肌肉是可以这么大一块。我心里就幻想，如果他砰一下给我来一脚的话，你就见不到现在的我。所以马真的要很小心，也不能站马的后面。然后下次骑马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求求你，希望你注意安全。有一次跟朋友去日本旅行，去了一家购物中心买东西，买完去退税的时候，发现那里负责退税的小哥蛮帅的哦，然后就偷偷的跟朋友说这件事，朋友回我说：“你可以用粤语说啊。”因为小哥对我们说的是普通话，然后我们开始用粤语大聊特聊，还开始说粤语在国外是加密语言的时候，小哥来了一句“使唔使包起身啊”，就要不要包起来的意思，用粤语说的。我们瞬间僵住，憋着笑回复之后，快步离开之后爆笑，我觉得有点尴尬。好 ，OK， 谢谢这位Soul 朋友的分享。其实，在海外讲粤语的人还是很多的，真的。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来自薇珍妮大小姐哦，这名字很好哎。在马来西亚旅行的时候，和朋友在海边玩，一个浪冲上来了一群水母，我朋友一不注意就被水母蛰了。我们急忙跑去岸边的医务室，不知道水母的英语咋说，又在情急之下忘了可以上网查，我们就对着那个医生说 What a mother, What a What a mother， 一边模仿水母的动作，医生竟然真的 get 到我们的意思。水母的英文是 jellyfish，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非常的好。在人生的课堂中，你学会了一个英文单词 jellyfish， 其实挺好笑的。你想到就是他被蛰到，然后特别疼，然后又不会忘记自己可以用手机。What a mother, What a mother 但是还真的能理解哦。我懂了，就是其实那个医生他是看到你动作之后，就是明白了你的需求是什么。证明其实他的那个动物模仿能力还不错。这位朋友，你能不能就是把当时还原一下，就是录下来发到那个评论上面，让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如果我是医生，我能不能看得懂 ？OK， 我们继续来下一个。哇，这个是韩语哦，而且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大概写了这么多。非常感谢你的分享。알려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但它这个文字有点多，我就慢慢念。OK， 韩语的4级考试开始。이름이 웨이션 사랑하는 누나. 감사합니다. 핸들이 안녕. 제가 일본 여행에서 겪었던 까마귀 도도 사건을 얘기하려고 해요. 크크. 저는 혼자 여행하는 걸
좋아하는데요. 근데 혼자 여행하는 거 돼요? 혼자 가요? 혼자 가요? 형은 혼자 많이 가봤어요? 어떻게? 아니 혼자이면 왜 여행 가요 그러면? 아니야 혼자 여행 가면 힐링 아니야. 트러블 한번 해볼까요? 아니야 절대 못해. 아무튼 포기. 일본 삿포로로 혼자 여행을 갔습니다. 하루는 쇼핑을 하고 날씨가 좋아서 공원에 산책을 갔어요. 공원 벤치에 앉아서 비닐 쇼핑백을 내 옆에 두고 햇살을 받으면 기분 좋게 셀카를 찍고 있었습니다. 그때 까마귀 한 마리가 제 옆에 날아왔어. 앉더라고요. 꽤 큰 까마귀여서 깜짝 놀라서 가만히 쳐다보고 있었는데 제 쇼핑백을 뿌리로 꾹꾹 몇 번 찍어보더니 그대로 쇼핑백을 물고 날아가기 시작했습니다. 이렇게 가는 거야 그냥? 아니 근데 쇼핑백 무겁잖아. 까마귀 원래 힘 세요? 순간 저는 벌떡 일어나서 일본어로 다메 야빠이를 외치면서 근데 저는 한국 사람이에요. 부끄러움도 잊은 채 날아가던 까마귀를 무작정 쫓아서 다녔어요. 다메 야빠이 이렇게? 한국 사람이네? 아 그래 나이면 나 광동어로 할걸? 왜 뭐야 이렇게 할 것 같은데. 까마귀는 공원 한 구석에 나무가 많은 곳으로 날아 들어갔더니 쇼핑백을 바닥에 두고 계속 콕콕 지르고 있었어요. 아까 산 포켓몬 인형 들어있었는데 쇼핑백을 가져오고 싶은데 그 까마귀가 크고 옆에 나무 가지 위에 다른 까마귀 친구들도 거의 5마리, 6마리가 앉아 있었어요. 잘못하면 제가 불의에 공격받을 것 같습니다. 위험한데요? 까마귀는 반짝거리거나 바스락거리는 걸 좋아하다고 해서 급하게 제가 가지고 있던 다른 비닐 봉지를 꺼내서 유인을 해봤어요. 까마귀한테 계속 스미마셍 오네가이를 외치면서 유유유 다른 비닐 봉지에 관심을 보일 때 빨리 쇼핑백을 주워서 도망갔습니다. 경우 다시 찾은 쇼핑백은 한쪽이 너덜너덜 구멍이 나 있었어요. 다행히 포켓몬 인형은 다친 것이 없었어요. 이거 진짜 다행이다. 예를 들면 제 그 피규어 이렇게 구멍 생기면 나 진짜 그 까마귀가 난 착한 사람이야. 근데 내 피규어 만지면 호크돼. 하우크 이렇게 돼. 핸들이 그리고 웨이전이 여러분도 까마귀 더더욱 조심하세요. 알겠습니다. 조심할게요. 걱정 마세요. 아무튼 안 다쳤으니까 다행이네요. 그래 진짜 완전 재밌었습니다. 좋아. Next message from 다양. I went to Korea in 2017 during the winter, and because my country doesn't have winter, we decided to try out skiing. It was snowing heavily. When I went to the place, there was a ski lift that would take you to the top. Riding it was fun, but when I tried to get off, I fell down in front of many people at the top. I tried to stand up, but I couldn't until there was a woman grabbing my hand to put me up. I said thank you and went to the starting point, but I fell down again there. But I couldn't get up by myself either. This time, it was a man who helped me. Yeah, it was embarrassing, but I had fun. 처음에 스키 타면 그럴 수 있어요. When I first time tried skiing, snowboarding, meanwhile. Yeah, snowboarding. It's in Korea 2 or 3 years ago. First time when I got off the lift, it was embarrassing, really, because I fell down too heavily. But luckily, I can stand up by myself. You gotta use the muscle of your stomach, like
and then you can stand up. That's my skill. OK， 那我们就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最后一个环节是什么？啊，没有 reaction 啊，太瘦啊，冷场很美。那我们就准备进行开始灵魂画手的最后一步。我自己看到我都笑。OK， 哇，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就是画画的水平。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猜得出是哪一个故事？哒哒。你要不要近距离观赏一下我的作品？太棒了，有没有？哎，我看见你笑了，虽然你戴着口罩，但我还是看见你在笑哦。我们最后一期分享旅途中发生的趣事也结束了，那我们以后再见喽，灵魂画手 Henry。是灵魂臭手，不是画手。OK， 灵魂画手 Henry， 拜拜。